小男孩正在河里游泳，身后突然飘来一具女尸。母亲听到惨叫声，急忙上前查看，发现女人早就溺亡多时。原来今天一早，女人和男友提前来到海滩，没想到游泳时不慎发生意外，而她的男友就是这个一直流鼻血的小黑。面对所有人的质疑，小黑表示自己什么也没做。就在这时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刚刚被拖上岸的尸体竟然变成一具白骨。短短几分钟，6岁的小男孩就已经长大成人。很明显，这里的时间流速出现了问题，不仅伤口可以迅速愈合，就连3厘米大的癌细胞也变得和足球一样大。老人迅速衰老，在不知不觉中死去。这下所有人彻底慌了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具尸体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从一开始他们就陷入一个巨大的阴谋。2天前，大壮准备带家人享受快乐的海滩度假，不远万里驱车来到一家5星级酒店。下车后，老板热情招待了几人，并让秘书小姐按照他们的饮食习惯，给2人量身定做了一杯特制饮料。小帅和老板的侄子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开心，完全没有陌生感，仿佛2人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为此，他们专门研究了一种只有他们能看懂的解密游戏，每个符号对应不同的字母，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就可以组成一句话。第2天，老板偷偷告诉大壮，其实小岛上有一个沙滩秘境，周围全是奇石峭壁，包含上百种罕见矿物，简直是难得一见的景色，免费邀请大壮一家前去体验。翠花听后果断答应下来，可他并不知道免费才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。此时，经理的侄子正在远处注视着他们。经理见状，急忙将其带走，并警告他以后不要随便来这里。看来背后确实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晚上，小男孩送给小帅一封信，小帅刚要破解，就被父母的争吵声打断，为接下来的剧情埋下伏笔。第2天，一家人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前往所谓的乌托邦。上车后，发现和他们一起出行的还有另外一家人，他们分别是金发妹和她6岁的女儿，丈夫查尔斯以及他年迈的母亲。镜头一转，司机开车闯入一片禁区，表示穿过这片树林就会到达目的地，但接下来的路需要他们徒步前行。随后，所有人带着食物和一些生活用品，穿过一线天峡谷，终于见到了盛世奇景。沙滩被奇特的岩石峭壁所包围，与蔚蓝的大海相连，形成一幅宁静的画卷。温暖的海风拂过脸颊，使整个海岸线充满悠闲与惬意的气息。可他们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是他们最后的时光。3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时，无意间发现许多生锈的餐具，母亲看了看并没在意，只是提醒他们多加小心，避免被刀子划伤。紧接着就发生电影开始的一幕，小帅在海里游泳时，突然从身后飘来一具女尸。母亲听到惨叫声，急忙上前查看，发现女人早就溺亡多时，她的男友就是这个不断流鼻血的小黑。据小黑描述，他们昨晚就提前来到了这里，女友迫不及待和他做水上运动，可自己还没下水，女友就消失不见。大家自然不相信这种鬼话，怀疑小黑就是杀人凶手。之所以流鼻血，应该是女人反抗时所造成的。小黑一脸无辜地说道，鼻血已经流了几个小时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说着，大壮就要拿出手机报警，结果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，只能等到5点司机来接他们再说。就在这时，又来了一对夫妇，男的名叫杰伦，是个护理师，女友黑妹是心理治疗师，但患有严重的癫痫病。没想到刚来到这里，就看到一具尸体赫然出现在眼前。就在这时，各种诡异的事接踵而来。查尔斯年迈的母亲突然停止了呼吸，作为一名医生，无论他如何抢救都无济于事。另一边，翠花发现自己的孩子正在快速成长，1分钟前还是6岁的小男孩，竟然瞬间变成了10几岁的少年，女儿也从青涩少女变成了成熟女性。大壮看到后被彻底震惊，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十分诡异。小黑害怕不已，决定原路返回。查尔斯以为他要逃跑，立马追了上去，不料2人刚跑进山洞，如鸦瞬间飙升，完全失去了意识。等他们再次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沙滩上，仿佛刚从深海里游回来一样，头痛欲裂。这时，翠花大叫着跑过来，表示孩子们全都出现同样的问题。金发妹的孩子也在飞速生长，怀疑这里有某种生物导致荷尔蒙突变，必须带他们去医院进行检查。可他们一穿越峡谷就感觉到头痛欲裂，最后全部昏倒在海滩上，看来任何人都无法离开。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，查尔斯的应急性精神病突然发作，趁小黑不注意，用匕首划破他的脸颊，认为他是导致一切的罪魁祸首，甚至怀疑他在山洞里袭击了自己。小黑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不料当他转过身后，把所有人彻底震惊，刚刚划破的伤口竟然完全愈合，甚至连血迹都消失不见。很明显，这里隐藏着涉及时间的黑暗秘密，他们必须尽快离开，否则都会有生命危险。这时杰伦提议从海上逃离，他认为只要沿着海岸线一直游下去，肯定能找到新大陆。可结果却遭到众人的反对，就算他们拥有无限的体力，依然会被巨大的海浪拍死在岩壁上。黑妹认为他们应该相互了解，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，于是将大家聚集到一起，分别做自我介绍。结果发现他们都是被经理推荐来到此地，而且每个家庭都有一名病人。查尔斯是一位外科医生，由于工作压力导致精神出现问题，这次出来度假就是想放松一下心情。金发妹有严重的低钙症，长时间不补钙就会弯腰驼背。杰伦的妻子患有严重癫痫病，一言不合就会躺在地上狂魔乱舞。小黑是著名的说唱歌手，有遗传性姨妈症，自从来到沙滩上就一直在流鼻血。
男主一家表面上看是最幸福的家庭，其实是最糟糕的一家。翠花发现自己长了肿瘤后，决定在有生之年寻找人生的第二春，于是不断和别人出轨，导致家庭破裂。两人打算度假结束后就宣布离婚。就在众人一脸诧异时，翠花突然晕倒，原本只有3厘米的肿瘤突然越长越大。紧急时刻，大壮赶紧让医生进行手术，不料手术刀刚在肚皮上划开一道口子，伤口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这时杰伦建议医生再次动刀，其他人用手撑开伤口防止愈合。没想到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肿瘤就长得和哈密瓜一样大。人们松开手后，伤口再次愈合。翠花醒来后果然轻松了很多。就在众人一脸兴奋时，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。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小黑女友的尸体竟然变成一具白骨。翠花在博物馆工作，表示暴露在外面的尸体需要7年才会腐烂，骨头至少要30年才会被完全分解。而这具尸体刚过去3小时就变成一具白骨，很明显这里的时间流速出现了异常。如果3小时相当于外界的7年，那么沙滩上的一天就相当于56年，所以孩子们才会飞速成长，伤口迅速愈合。其实这段时间每个人都在变老，只是他们这个年龄段不明显罢了。也就意味除了3个孩子，其他人谁也无法见到明天的太阳。这时杰伦又开始分析，也许是这些岩石对他们的细胞造成了影响，从而加快了衰老速度。他们从峡谷离开时，就像突然从深海回到地面一样，由于速度太快，身体无法适应，所以才会晕倒。或许花费8到10小时慢慢离开，让身体有个缓冲期，就能穿越峡谷。可惜没有人愿意用20多年的生命去冒险。然而就在大家正在讨论时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注意看，2小时前还是6岁的小女孩，转眼间突然变成花季少女，而且怀有身孕，马上就要生产。而更恐怖的是，从怀孕到生娃一共用时不到20分钟。母亲看到后被吓得撒腿就跑。原来这里的时间流速出现了问题，比外面的速度加快了1万倍。就在人们讨论如何逃走时，2个6岁的小孩很快变成青春期的少男少女。随着荷尔蒙的爆发，两人互相产生了好感。男孩犹如蓄势待发的野兽，开始探索那片未知的领域。10几分钟后，女孩挺着大肚子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。刚开始女孩以为是自己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，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肚子就突然有了动静，马上就要分娩。不幸的是，孩子刚出生就因为营养不良停止了呼吸。小帅看着自己的孩子夭折，悲痛不已。查尔斯在妻子喋喋不休的谩骂中精神病突然发作，用刀疯狂地刺向地面，然后趁小黑不注意将其乱刀捅死。随着命案的不断发生，杰伦终于坐不住了，决定按照之前的计划游回新大陆。结果不到2分钟就和小黑的女友一样，变成一具尸体被大海送回地面。事实证明，水路和峡谷都无法逃脱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路，那就是翻过悬崖。女孩把婴儿的尸体埋葬后，将悲痛转换成力量，毫不犹豫地登上悬崖。结果和之前一样，达到一定高度后就感到头痛欲裂，从100米高的悬崖重重地摔在地上。这下所有人彻底绝望了，发现整座小岛仿佛被某种神力笼罩一样，无论海陆空都无法逃脱。就在这时，黑妹因伤心过度导致癫痫病突然发作，在地上抽搐一阵后，终于饮恨西北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幸存的几人也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，大壮老眼昏花，翠花听力下降，金发妹因严重缺钙也变得佝偻驼背，从性感美女变成满脸皱纹的老太婆。她害怕别人看到自己丑陋的样子，跌跌撞撞地向山洞走去。查尔斯精神状态比之前更加严重，而且伴有暴力倾向，随时都可能爆发。夜幕降临，大壮和妻子静静地坐在沙滩上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迎接死神的到来。两人在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再争吵，一起回忆之前的点点滴滴。翠花对自己的出轨行为进行忏悔，希望得到大壮的原谅。另一边，姐弟俩在寻找物资时，发现了很多生锈的餐具和一本日记本，上面记录了上一批游客的遭遇。他们猜测这里的岩石曾沉入大海数百年，里面含有特定矿物，导致细胞快速老化。这时小帅突然脑洞大开，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 X 光机，只要做一个金属管道就能隔离掉磁场，顺利走出沙滩。但这些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这时小帅突然发现对面的山顶上有一台摄像机，正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看来在这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阴谋。与此同时，患有精神病的查尔斯彻底失控，拿着匕首向大壮步步逼近，对夫妻2人展开疯狂进攻。还好伤口能迅速愈合，要不然大壮早就领了盒饭。翠花见状，赶紧让孩子们躲进山洞，随手捡起一把生锈的匕首杀了回去，冲上前一刀砍在查尔斯的手上。没想到这次伤口居然没有愈合，查尔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痛苦不堪。原来这些铁锈如同毒药一样快速侵蚀着他的身体，不到半分钟，查尔斯就浑身腐烂，当场饮恨西北。与此同时，姐弟俩躲进山洞，仿佛看到一个怪兽正向他们缓缓靠近。小帅急忙点燃一根火柴，发现此人正是他的岳母金发妹，因常年缺钙导致他反复骨折又快速愈合，最后变成一个畸形怪兽。他害怕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，不断向小帅扔石头让他熄灭火柴，结果因骨质疏松不小心将自己的胳膊砸断，成了本片死得最惨的一个。
现在沙滩上只剩下大壮一家，夫妻俩在生命的尽头终于释怀，不再奢望是否能离开这里，在生命最后一刻还能和家人在一起，就是此生最大的幸福。第二天清晨，沙滩上坐着2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很难想象他们刚来的时候只有6岁。两人决定再兑一次沙堡，以此来向他们童年致敬。这让小帅突然想起离开前小男孩给他的纸条，每一个符号对应不同的字母。破解后发现上面居然写着叔叔不喜欢珊瑚，很明显他的叔叔大概率就是幕后黑手。小帅看着远处的珊瑚推测，其实小男孩早就知道这里的秘密。那天看到叔叔找他们谈话后，特意写这封信来拯救他们。虽然只是他们的猜测，但两人别无选择，或许这里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随后两人纵身一跃向珊瑚游去，没想到水下果然有一个山洞，就像巨大的管道一样隔离掉所有辐射，看来这里就是唯一的出口。结果还没高兴，2秒姐姐的衣服突然被珊瑚勾住，无论两人怎么拼命也无法挣脱。与此同时，山顶上的观察员等了1分半也没见两人浮出水面，立即向总部汇报73号试验成员已经全部死亡，随后带着所有资料返回总部。原来度假村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制药工厂，他们首先通过免费的抽奖方式将他们骗到这里，再根据不同的病人调制不同的药物，然后把他们送到时间流速极快的沙滩，将原本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实验压缩至1天。最后观察员通过对他们的死亡分析得到新药的结果，如果有人老死，说明药物有效，可以批量生产。观察员回到研究所后，把所有人的死亡信息录入到电脑中，发现患有癫痫病的黑妹连续9个小时没有发病，说明他们研制的药物能有效抑制癫痫病20年。经理高兴不已，表示上天给他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人类的救世主。很快他们就可以给全球癫痫病患者带来福音。镜头一转，他们继续迎接下一批实验对象。当他们准备给新人喝下特殊药品时，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，将托盘打翻在地。经理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两人，发现他们正是之前长大的小帅和小美。没想到姐姐被珊瑚勾住，居然帮他们逃过一劫，让观察员误以为他们已经溺亡。两人凭借强大的求生欲打碎珊瑚后成功浮出水面，身边有很多小鱼游来游去，说明这里没有被辐射影响。他们终于回到了正常的世界。逃出绝命岛后，小帅第一时间把笔记本交给警方，向他们证实了经理的罪行，上面记载了72组所有失踪人员的名单。正常情况下，一具尸体被完全分解需要30年，但在沙滩上只需要15个小时，所以当新人进入后不会发现任何尸体，只能看到一些被残留的物品。面对事实，经理只好乖乖认罪。随后小帅找到之前的小男孩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，向他表明自己的身份。两人同样是6岁的孩子，却有着50年的差距。电影最后，两人被送上直升机，准备和他的姑姑会合。经历过一切后，他们的内心已经变得足够强大，做好迎接未来的准备。只是不知道姑姑见到50多岁的侄子会是什么感受。其实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畏惧死亡。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美的态度去面对生命，珍惜每一个瞬间，让每天都活得精彩。